高雄在地閒聊，百貨營收809億，衝全台第二。三大信號看懂高雄房市穩步升值中。先說結論高雄的百貨營收有3個原因，讓高雄百貨的戰鬥力變強。第一，高雄居民的收入顯著提高；第二，高雄市政府的宣傳策略；第三，高科技產業聚落的形成，就是台積電帶來的附加價值。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玄關的裝潢地雷，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來跟你討論高雄百貨營收全台第二這是我們來聊一個很誇張的新聞標題我念一下，爆掛就 PTT 了113年全台百貨營收那內容你也看到了，2024年的全台百貨營收第一名台北市1799億，千億呢，1800億呢。第二名是高雄市809億，哇靠，高雄第二名呢。你是不是覺得說奇怪，那其他縣市跑到哪裡去接下來排名的順序是台中、新北、台南跟桃園。有兩個東西很奇怪，第一個，台中為什麼不是第二名我自己在高雄，我也知道高雄目前不管是人口還是怎樣，就是比不過台中嘛。然后再來是桃園為什麼是最後一名，還比台南還差哇，那不管我們回到高雄高雄怎麼了？戰鬥力有這麼強的嗎？居然百貨業的營收有辦法幹掉其他縣市，而且高雄百貨現在還要開呢，漢神3館跟左營高鐵之星就是高鐵後站那邊還要再開呢，開新的百貨呢，這戰鬥力這麼強的嗎？居然這個高雄有辦法幹掉其他縣市。如果說高雄幹掉屏東，我就覺得合理高雄幹掉台中，我靠，那這件事情對房地產來說是有強大的象徵意義的，所以這一集節目我會先來講這件事情的重要性，然後再來討論說為什麼高雄變得那麼強，然後八卦的時候我再做一個補充。這個數字有問題啦但是我們就先讓人家公布的，然後來做個討論。好，我們先來講百貨商圈所代表的意義就是當地怎樣繁不繁華。一般來說就最近又出了不一般的事情。一般來說，一個百貨公司所在地就是該地該縣市的什麼的蛋黄區嘛，就出現了三井集團就是說像台南高鐵那邊也蓋一個百貨像台中港旁邊那邊也蓋一個百貨，那就不是蛋黃區。好，總之就是說，一般來說，市中心的蛋黃區附近就是會有百貨公司，它就是開在最熱鬧的地方。例如，你去看我們之前拍的百貨系列我有去追蹤各個百貨商圈的沒落的原因跟現況通常一個地區的百貨消失了、沒落了，它當地房地產的表現就會不太好因為有新的王者出現，可能在別的地方，同縣市別的地方，或是在別的縣市除非是附近又出現什麼重大利多或是新的利多，才會讓房地產再爬起來。那所以我們也可以說，當地的百貨營收狀況可以當作是房地產的領先的指標，因為一個營收還在不斷攀高的百貨，通常意味着它有以下幾點因素第一，便捷的交通，就那個捷運或高鐵會到第二，高密度的優質住宅附近就會有很多社區大樓跟豪宅案第三，完善的公共建設就各種生活機能是完善的還是要再講一次，三井集團真的是很厲害。台南高鐵那個，你那附近你要找一個診所，我都不知道有沒有。但是市中心像左營漢神巨蛋那附近你要找什麼診所，什麼生活機能完完整整。那你看具備上面這幾個條件的房子，它表現是要怎麼差，就不太可能這邊銀行鑑價應該都是8成那如果我們擴大來看，今天這篇貼文裡面講的高雄百貨總營收全台第二，幹掉了新北，幹掉了台中，是不是某種程度上表示高雄的房地產還是處於上升空間？因為有錢人敢花錢的人越来越多，很值得投資這樣。如果你想要反駁我你要噴我，那沒差，我們留言區見我來看看說有沒有什麼我沒有想到的討論。比方說你要講說這些都是屏東台南的人跑來買的也可以隨便。好，那我就問這錢就是在高雄花掉嘛，對吧那再來你要知道為什麼高雄會變得這麼強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講说為什麼高雄可以表現得那麼亮眼。第一個原因是當地居民的收入顯著提升，像我們之前提過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高雄人變富了，新增6個100萬里，它房價漲4成最凶。
之前有一篇你可以去看，那內容就是在講說高雄總計有60個里，平均所得達100萬以上，然後2年前只有28個里是年收100萬以上，2年前，所以這2年時間你看28個變60個，翻倍了呢。那我再補充另一個新聞給你，標題我念一下：高雄高級餐廳比例提升。內容就是在講說，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高級餐廳都入駐高雄，例如說米其林1星的中餐廳 Jen 號稱東京拉麵之王的麵屋一燈等等的都有在高雄這邊開。你覺得這些高級餐廳為什麼會來高雄，而不是去屏東？就是因為他覺得高雄的消費能力應該撐得起來，應該不會賠錢吧，他才會來開的嘛。就是高雄人變有錢的訊號。還有一個這個我要補充一下，高雄亞資中心的設立，亞資中心亞洲金融資產管理中心在亞洲新灣區裡面，亞資中心它的意思是說，像新加坡來做家族財富辦公室，就幫有錢人理財，那有錢人易來易去的，那很多產業鏈有那個銀行然後有律師家族的律師來幫他搞這些東西然後有代書處理房地產等等。他們要開會就要比較厲害的地方，你總不會說現在有一個高雄在地的老富豪或是台中下來的，因為有很多金融商品其他地方不能賣，只有在高雄可以合法的賣，你總不會说你要接待一個台中來的然後你去給他約在廣招英就在廣招英開會，這怎麼可能就這樣，所以需要高級餐廳，需要高級的辦公室需要高級的裝潢，亞資中心一定是有其影響。不然家族辦公室開會場所廣招英這能看嗎？我不是對廣招英有意見我等一下要去吃就是說就不对嘛。所以這個高級餐廳它來這邊是有它的代表性。你看洲際酒店也是台灣第一個是開在高雄好了，第二個原因，高雄市政府的各種操作這個你應該也聽過講到爛掉了，就是高雄的什麼演唱會經濟，對不對？到底有多強？超爆幹強。來，你看我劃線的地方，照顧一下 Podcast 的聽眾，我念一下：2023年至2024年，高雄演唱會期間，超過70%歌迷粉絲留宿高雄，整體住宿消費大幅提升48%，餐飲消費成長10%。本年度高雄演唱會迄今已逾90場，吸引約112萬人，創造33億觀光產值。33億呢？這33億是被留在高雄被花掉的錢呢？還有很多啦，一定不止33億，包括你買個扭蛋那個沒開發票的。然後這是用在哪邊？用在民生消費必須。那百貨公司住宿、餐飲等等，是不是也會跟着水漲船高？也就呼應前面講的嘛，高雄百貨營收全台第2，除了高雄市民的貢獻以外，還有其他縣市的人會一起來貢獻。我個人認為這個非常合理。你就在漢神巨蛋看演唱會你旁邊你不逛一下，你不吃個飯，怎麼可能那你其實是在試運演唱會的話，對不對？那個高鐵出來，那2樓還有很多餐廳可以吃雖然那個餐廳都不怎麼熱鬧，或者說實在很納悶，那個左營高鐵它的旅客的那個往返次數你自己去看高鐵那邊都是1000萬人次那為什麼它2樓那麼的不熱鬧？我每次吃飯時間吃都有位置我都吃那個樓上那一間那個叫什麼杏子豬排因為它有台灣啤酒，而且還是600cc 玻璃瓶大罐的，還跟他要冰塊。講這幹什麼？好來，第3個原因，高科技產業聚落成型，這個應該你不用聽我講，你看新聞也是看到爛的，就是高雄台積電嘛，帶來了一整條產業鏈。不是說台積電一家來而已它的上游它的下游還一大堆相關的供應的廠商通通都要來就带来了一整條產業鏈，讓高雄多出了非常多的高薪工作人口。這個非常多是1000位以上，1000位都是100萬年薪以上，非常的厲害了，真的很厲害了。現在除了高科技以外，有辦法提供大量的100萬年薪工作機會以外，幾乎沒有，幾乎都做不到。你餐飲業你旅宿業甚至你那個百貨公司裡頭的櫃哥櫃姐也很難很難人均收入跑到台積電這種程度。那接下來還會有什麼亞洲新灣區爆發式的成長，後面絕對是越來越好的。最後你要知道，現在進場高雄還來得及嗎？那我們最後來聊一下鄉民朋友最愛問的現在還可以買高雄嗎？這個每次在八卦版或者是在一些地方一提到高雄就被人家笑騎山豬或者是什麼交通很爛或者什麼空氣很爛，反正就是被他們講的一個
好像天龍國才是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那就來高雄看看嘛。你叫他們來，不會的，他來他的玻璃心整個都要碎了。所以現在可不可以入手高雄？會不會變成追高？我個人認為高雄已經幹到百貨營收第2，會不會再創新高之類的？我的認為是會，因為現在還要再開新的百貨公司，富邦、奧之底、BOTI 嘛，我會員影片不是有拍，還要開的，那個預計2028，然後東南彌勒廣場就是高雄南高雄的好事都要搬家，這個我會員影片有拍啊，就是跟隨着這些重大建設、重大民間投資案走就對了。那些是商人是財團，他們在投100億等級的錢。好了，東南彌勒廣場52億了沒有到100億。那他們在投這種億來億去的錢，他的目的是什麼？是來賺錢的。他都算過會賺錢，他才要蓋的我們就抱着他的大腿走，這樣就對了。抱大腿大法。現在還有上車的機會，因為那些百貨就還沒開啊。再晚個幾年，你應該連上車都會有一點困難。為什麼我敢這麼說？因為現在高雄台積電就不是完全體啊，就現在的高雄台積電就還不是滿血台積電啊。P6 廠不是核可已經通過了，等到高雄滿血台積電應該要到2029-30到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然後現在亞洲新灣區亞資中心也算剛開始發展而已，然後在高雄市政府的一通操作之下，目前現在殘血版的高雄就可以百貨營收全台第2。你說有沒有機會幹掉台北市？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只要台灣的股市還叫台北股市的一天，高雄就不可能去觸及到台北市，這個我自己很知道。但是高雄還會往上走啊，就真的要往上走啊，不然你去台東，不然你去雲林，你看看有沒有這樣的機會。來台北市的百貨業年營收是1799億，高雄市是809億，只有台北的一半啊。那代表什麼？代表高雄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我也不貪心就是百貨業年營收只要破1000億就好那就是將近成長20%，對高雄當地的經濟發展又會有多大的幫助？很大的幫助啊！高雄人就更有錢，因為台積電一直起來，一直起來，那個員工一直增加，那到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那個外地來高雄工作的買房子啊，小換大那在地那些工作的小換大舊換新啊，生活品質的提升啊，房價又要被拉抬一次，我們就等這個就好了。我仍然認為現在高雄大有機會，可能是最好的機會。我以前在高雄根本沒有那麼多重大建設，如果有是空包單愛情摩天輪那不算就是旅運中心講多久了，他開幕幾次了，就剪彩啊，說要蓋啊，講多久了現在真的是風風火火，連特茂山什麼的通通都在蓋。我認為高雄大有機會，因為他的錢都不是虛的，那個時候已經在蓋了都在動工中了，不是什麼一大波錢這樣衝進來怎樣又怎樣，然後又撤並沒有。高雄就在轉型中嘛，透過產業的轉型變有錢中嘛，有錢的證據也有了，高雄百貨的營收跟以前都不能比了，領先非常的多了，這個基礎蠻穩健的，你也可以期待一下未來的變化。講完了，我們今天講了高雄百貨營收全台第2的新聞，我為你分析了3個關鍵原因。首先是高雄居民收入怎樣顯著提高，100萬年收入的家庭快速增加中，再加上高級餐廳陸續進駐，代表當地的消費力正在穩健成長。其次是高雄市政府的活動策略，特別是演唱會經濟帶來的觀光營收，這是以前沒有的錢這是被加出來的。那演唱會經濟會直接拉抬百貨、住宿、餐飲的消費金額。第三就是高科技產業聚落逐漸成型，以台積電為核心的產業鏈跟亞洲新灣區的發展，都預告未來高雄的房地產市場會進一步看好。你要怎麼看弱？在高雄這種情況，你要怎麼看弱？就很難看弱啊！如果看弱的話，那些財團繼續蓋百貨公司，他們是怎樣？結論是，現在還能不能進高雄的房地產置產？可以啊，很好的時機啊。對啊，就這樣因為這個城市還在向上成長，而且非常的扎實跟穩健。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高雄2025的百貨年營收可以衝到多少 ？A 1000億 ，B 頂多900億 ，C 直接噴到1500，這是有可能的，因為 BLACKPINK 因為 TWICE 這種超級大團通通都來了，周華健500，通通都來了。對哦，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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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銷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哦，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啊。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哦 ，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哦。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哦，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自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啊，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哦，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哦，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這個百貨年營收800多億，這個高雄說計算方法有問題，因為什麼零售批發業怎樣有算沒算，所以實際的第2名應該是台中。有其他的鄉民朋友在那邊留言我有看到，我也有讀專業的網友指出，但沒差我在高雄我看了我就是覺得很爽高雄現在就正在轉型當中難道你要等一堆重大建設都完工，你要等那個漢神3館也開了，你要等那個異想天地2期也開了你要等那個還有拉拉破的鳳山拉拉破的這些東西都開了，你才要來買你要買貴的你要買同一間房子，然後到時候屋齡比較老它還比較貴就不用那所以就是重大建設這些重大建設去我会員影片看，買我的 YouTube 頻道会員就是拍這些我最近上的重大建設影片有東南米勒廣場好事多搬家，外面還會有一個露天的什麼什麼一堆品牌店就對了，那邊也會變得很厲害然後還有富邦凹子底 BOT 案，就是漢神3館，漢神3館要蓋3個旅館辦公室跟百貨公司，百貨公司說會有一個全台最大水族館，就不要再弄出那個桃園青埔那種就好了。全台最大的水族館，還有滑冰場，然後健身工廠的旗艦也會放在裡面。還有鳳山拉拉破，鳳山拉拉很快明年2026就準備要開幕營運了。就這樣難道這樣還不行嗎？那你要他們都落成都蓋好，然後都貴起來了，你才要來買。你想什麼？現在趕快進為什麼現在進可以？因為現在那邊是大工地大工地，就人家會說，哎呀，這個噪音這個車流量哪個重大建設它不是從工地演化出來的？對所以對高雄來說，我還是非常有信心，甚至說就是這幾年我才有這麼多建設可以拍。未來的那個重大建設的影片，我還能拍什麼？老實說我不知道，因為一個建設從落成到那麼久的時間那現在密集的動工當中，你一個建設要蓋很麻煩一階段環評2階段環評，到現在2023年到2030年的這個時間窗口，我才有那麼多重大建設影片可以拍，等到都蓋完我也不知道還能拍什麼。總之就是這樣，就買我的 YouTube 會員影片來看，我相信你看了以後都會很有信心。我沒亂講，我就是現場去看那個工地，然後拍給你看，跟你講說這些未來怎麼樣，甚至還有被低估的房子直接講給你聽，分析給你聽，很 OK 了啦。會員影片我自己看了我都覺得很有信心。